穿越斗罗，你提前来到2000年前的斗罗大陆，你洞悉胎中之谜，觉醒独一无二的双神级武魂中烟黑龙，背部共生双龙虚影，自带8种神力，日冕圣龙，引动日光星辰之力。2000年前，你17岁登临99级极限斗罗，碾压同代所有天骄，神位传承者亦需匍匐俯首，可彼时斗罗世界尽归神王掌控，成神之路唯有臣服附庸，绝无半分自主余地。秦正桀骜一生，祈愿屈居人下，受人制衡，清净毕生底蕴，布下陈天大局，借龙族禁术与黑暗永生之道自我封印，赌上千古岁月沉眠蛰伏。武魂殿内，9岁的千仞雪3年前，他觉醒6翼天使武魂，先天20级满魂力，本是武魂殿万年不遇的荣光。可好景不长，母亲比比东冰冷无情的命令自3天前骤然落下，命他即刻褪去少主身份，隐匿天使血脉，远赴天斗帝国隐姓埋名，深宫潜伏，一辈子伪装隐忍，只为武魂殿霸业耗尽童真与余生。他曾满心期许地望向最宠溺自己的爷爷千道流，盼着他能为自己撑腰，拦下这残酷的宿命。可那位顶天立地宠爱他的极限斗罗，唯有沉默无声，以一句默认，亲手将他推入了无边黑暗。偌大武魂殿，生他养他的家，在这一刻，所有至亲之人尽数舍弃了他。9岁的他，第一次尝遍世间极致的孤独与寒凉，所有天真烂漫，所有娇憨期许，尽数破碎在冰冷的权势大局之中。就在他满心绝望，即将被迫远赴异乡之际，他的二供奉金鳄斗罗爷爷带着他踏入了这武魂殿2000年以来最为神秘、无人敢踏足的地底禁地。金鳄斗罗告诉他，武魂殿有一位老祖自封千年，那位老祖乃是万年以来举世无双的绝世天骄。6岁觉醒双神级武魂，先天20级满魂力，10岁成魂帝，13岁登临封号，17岁踏足99级极限斗罗，天赋冠绝上古，碾压万代天骄。他曾留下祖训，唯有武魂殿传承断绝，基业崩塌，后辈深陷绝境之时，方可持少主信物入禁地唤醒老祖出世。若能唤醒老祖，一切定局都能够改写。这番话成了他此刻唯一的微光，所以他来了此处，地底万丈禁地，终极密室。年仅9岁的千仞雪跪在冰凉的青石地面上，小小的身躯微微蜷缩，深洁白镶金的华贵衣裙衬得他愈发单薄孤寂。可他那双眸中却是燃着极致的期盼与希冀，因为在他的身前，密室的正中央有着一尊通体漆黑、缠绕着层层紫金龙纹的上古玉棺静静悬浮。武魂殿现任少主千仞雪谨遵上古祖训，今后被深陷绝境，天使传承遇困，武魂殿基业暗藏覆灭危局，特此恳请老祖解封出世。随着时间一滴一滴的流逝，声音一遍遍回荡，层层扩散，最终缓缓消散在密室四方。然而玉棺纹丝不动，没有半点异动，没有丝毫生机复苏的迹象。死寂，极致的死寂笼罩全场。千仞雪微微垂眸，金色的眼眸中瞬间涌上浓浓的失望，眼底最后丝希冀缓缓熄灭。果然是他奢求太多了吗？千年沉眠，沧海桑田，岁月无情，哪怕是身为99级的极限斗罗，半神之躯又怎么可能跨越数千年时光，依旧留存意识？所谓的上古老祖，所谓的底牌生机，终究只是武魂殿流传千年的场虚妄传说，一个自我慰藉的美好幻想。然而就在千仞雪满心失落、濒临绝望之际，异变骤然爆发，轰隆！放置在玉棺之上的天使玉牌骤然绽放出万丈璀璨的金色圣光，神圣浩瀚的天使之力瞬间席卷整座密室，神圣的天使之力与玉棺之上的暗黑龙纹骤然交融，一金一黑两道极致力量碰撞缠绕，没有丝毫排斥，反而相生相融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能量波动。嗡！沉寂千年的黑龙玉棺剧烈震颤起来，棺身之上的紫金龙纹尽数亮起，密密麻麻的上古符文烛复苏，流转着亘古苍茫的威压。玉棺之中，那沉睡千年的俊美少年，修长的睫毛微微轻轻颤动了一下，这一幕瞬间让即将绝望的千仞雪瞳孔骤缩，脸上布满了极致的震惊与难以置信。下一秒，双深邃漆黑，宛如囊括万古长夜的眼眸骤然睁开，龙吟震天，声苍茫霸道，撕裂万古的黑龙啸鸣骤然响彻密室，穿透地底禁止，直冲云霄。漆黑的龙威席卷万丈大地，整个万丈地底都剧烈震颤起来，天地间风云变色，暗流涌动，咔嚓，万年不腐的玄玉棺盖瞬间碎裂，化作漫天细碎的玉屑，随风飘散。秦正缓缓坐直修长挺拔的身躯，墨色长发随风轻扬，玄黑龙袍猎猎作响，漆黑深邃的眼眸中起初带着似跨越时间的迷茫，转瞬便尽数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洞悉世事、睥睨苍生的无尽金光与深邃。千年沉眠，一朝苏醒，他缓缓抬眸，目光轻柔地落在下方跪地的小小少女千仞雪身上。秦正的声音低沉磁性，带着穿越万古岁月的沧桑，却又温润动听，缓缓响起：“你是如今武魂殿的传承少主。”听到这道仿佛跨越时间的声音，千仞雪心神俱震，连忙收敛所有心绪，恭敬叩首：“是后辈千仞雪，武魂殿现任少主，拜见老祖，谨遵祖训，唤老祖苏醒，护我武魂殿危局。”此刻的千仞雪心头震撼无以复加，这位沉睡千年的老祖，容貌年轻的不可思议，远比他想象中俊美挺拔。可周身那股凌驾天地、碾压众生的无上威压，却让他发自内心的敬畏，就好似即便是他的祖父千道流，在这位老祖面前，恐怕也如孩童般稚嫩渺小。千仞雪，秦正轻声呢喃着这个名字，看着千仞雪，他眼底掠过丝淡淡的笑意，清冷的眉眼柔和了几分。秦正缓缓握紧修长的手掌，沉寂千年的磅礴魂力轰然复苏，宛如沉睡万古的暗黑巨龙骤然睁眼，浩瀚无边的龙威席卷整座密室，漆黑的能量洪流奔腾翻涌，仿佛能吞噬日月，颠覆山河，可却精准地避开了千仞雪。随后，秦正收起魂力，缓缓起身，修长挺拔的身躯直立而起，周身黑龙环绕，气场睥睨天下。他迈步走到依旧跪地的千仞雪身前，宽大的手掌轻轻落在他的头顶，动作温柔宠溺，带着跨越岁月的长辈温情。温和的魂力缓缓注入千仞雪体内，抚平他心底所有的委屈与寒凉。起来吧！秦正的声音温润平和，却自带无上威严，告知本座，如今武魂殿境况如何？你又为何身陷绝境，被迫远赴他乡？千仞雪闻言，缓缓起身，抬头望着眼前俊美威严的老祖，眼眶微红，将心中所有的委屈、无奈与武魂殿如今的格局尽数道出。从母亲
比比东的冷漠算计，到祖父千道流的大局取舍，再到自己被迫潜伏天斗，终生伪装的宿命，娓娓道来。他语气轻柔，却满是酸涩。说完之后，小心翼翼地看向秦正，眼底带着一丝期许。他希望这位无上老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听完所有叙述，秦正原本平和的眉眼微微蹙起，眼底掠过一丝淡淡的寒芒与失望。他当年自封之前，为武魂殿留下无数底蕴，布局与后手，耗费无尽心血，只为让武魂殿稳稳压住大陆各方势力，主宰位面格局。可千年之后，他昔日打下的无上基业，竟然依旧沦落到如此地步。比比东依旧偏执冷漠，将仇恨祸及千仞雪。大供奉依旧步步自封，拘泥所谓大局。堂堂武魂殿，既然沦落到要少主为大计去帝国潜伏，可笑、可悲、可叹。想当年，他纵横大陆之时，帝国俯首称臣，各大宗门瑟瑟发抖，无人敢忤逆武魂殿分毫。如今后辈竟然被逼到这般境地，看着眼前满眼委屈、乖巧无助的小少女，秦正心中升起浓浓的恨铁不成钢。千仞雪见老祖蹙眉，心底微微一紧，小声问道：“老祖，是晚辈做的不好，还是武魂殿现状让您失望了？”秦正收回眼底的寒芒，轻轻摇头，抬手揉了揉他金色的长发，语气平淡：“与你无关，是后辈无能，荒废了本座留下的基业。不过无妨。”他抬眸望向密室之外，声音响彻整座地底境地，带着睥睨万古的霸气。既然本座已然苏醒，那所有的不公与委屈尽数消散，天斗无需潜伏，深宫无需隐忍。从今往后，有本座在，无人可逼你半分，无人可伤你分毫。我武魂殿更不必屈居任何人之下，不必隐忍蛰伏，委曲求全。千年沉淀，今朝再起，本座归来，这斗罗大陆依旧是我武魂殿的天下。平淡的话语，却蕴含着颠覆天地的力量，仿佛只是在诉说见既定的事实，没有半分浮夸，只有绝对的掌控与自信。千仞雪怔怔地望着眼前的黑袍少年，心底所有的绝望、委屈、迷茫在这刻尽数消散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初时这位老祖明明从未感受过这份庇护，可听到这一番话语，他便毫无保留地选择全然相信。他冥冥之中知晓，这位老祖定然能说到做到。老祖，他小声呢喃，彻底放下了所有防备。秦正抬眸望向密室出口，漆黑眼眸深邃无边，淡淡开口：“千年不见，走吧，随我出去，让我看看数千年之后的斗罗大陆如今是何模样，又是何等天骄出世，让我武魂殿不得不派出少主去暗中潜伏于那天斗帝国。”话音落下，秦正垂眸看向身侧身形娇小的千仞雪，眼底的睥睨山河尽数化作温柔。他伸出修长骨节分明的手掌，轻轻牵住了少女软糯微凉的小手。千仞雪浑身微僵，心头骤然涌上股前所未有的安稳暖意。这只手掌宽大温热，好似能稳稳将他所有的惶恐与无助尽数隔绝。不等他细细体味这份庇护，周身空间骤然泛起层层透明涟漪，扭曲的空间之力瞬间包裹住两道身影。没有惊天动地的动静，甚至没有丝毫魂力波动外显。密室之中，两道人影便凭空消散，只余下空荡荡的黑龙玉棺碎末，在静谧的空气中缓缓飘落。下一瞬，两道身影已跨越重重禁制，凭空出现在境地厚重的石门之外，万丈地底境地入口处。此刻，武魂殿二供奉金鳄斗罗正被守伫立在高台中央，他周身魂力隐隐躁动，眉宇间挂满焦灼与忐忑。少主这要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他已在此苦守数个时辰，心底五味杂陈。2000年无人踏足的境地，尘封万古的老祖传说，始终是武魂殿最虚无缥缈的隐秘。今日他赌上一切，带着绝境中的千仞雪闯入境地，若是唤醒失败，别说是他了，恐怕少主也难逃责罚。还是他过于鲁莽了。而在境地两侧，盘踞着两头体型庞大的蛇形10万年魂兽，者青鳞附身，纹路苍劲，者白体如雪，龙韵萦绕。它们并非纯粹蛇类魂兽，体内流淌着稀薄的上古龙血，是秦正2000年前亲自寻来、亲手驯化的专属守护兽。千年以来，他们恪守职责，镇守境地，心性高傲无比。先前千仞雪进入境地之时，身为武魂殿少主的他，也只换来两兽淡淡的瞥视，态度疏离傲慢，全然没有半分敬畏。虽未曾刻意刁难，却那份高高在上的疏离感，让9岁的少女倍感拘谨。就连千仞雪都是如此，更别说金鳄斗罗，他们直接就不当对方存在。此刻，两兽慵懒盘踞在地，双目微合，沉眠休憩。庞大的身躯散发的凶悍威压，让整片境地入口的空气都变得凝滞厚重。可就在秦正与千仞雪现身的刹那，变故骤生。原本闭目休憩、纹丝不动的两头巨蛇猛地抬起硕大的头颅，狭长的蛇鼻微微翕动，细细嗅探着空气里骤然弥漫的气息。这味道是跨越2000年岁月，深深烙印在他们魂兽本源之中的至高气息，是救赎他们、驯化他们、主宰他们的无上存在独有的荣威。轰！原本死寂淡漠的兽瞳瞬间暴增，亮起璀璨夺目的灵光。巨大的蛇躯不受控制的剧烈颤抖，周身萦绕的魂力疯狂躁动，冲天而起。2000年的沉睡镇守，2000年的执念等候，在这刻尽数苏醒，没有丝毫迟疑。两头称霸一方、桀骜不驯的10万年魂兽轰然匍匐在地，庞大的身躯紧紧贴住冰冷的青石台面，蛇首重重低垂，极致虔诚的声音震颤整座境地。小青、小白参见主上。这一幕宛若惊雷炸响在高台之上，一旁的千仞雪看得微微睁大了金色的眼眸，小脸上满是懵懂诧异。他清晰记得自己方才踏入境地之时，这两头10万年魂兽何等高傲冷冽、睥睨一切，连他这位武魂殿少主都不屑亲近。可此刻，这两头连封号斗罗都要敬畏3分的强大魂兽，却对身侧的黑袍少年俯首跪拜，极尽恭顺，毫无半分桀骜姿态。少女微微偏头，悄悄打量着身旁身姿挺拔、气场睥睨天下的老祖，澄澈的眼底满是星光。千仞雪小小的心底瞬间泛起满满的崇拜，老祖真的好帅。与此同时，目睹这震撼，目的金鳄斗罗浑身猛地一震，能让两头桀骜不驯、镇守千年的10万年魂兽俯首称臣，虔诚跪拜。唯有那位沉睡千年的武魂殿开派老祖，瞬息之间，金鳄斗罗心中所有的疑惑尽数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敬畏与震撼。他不敢有半分怠慢，身躯骤然一沉，单膝重重跪地，苍老的身躯微微震颤，语气恭敬到极致：“武魂殿二供奉金鳄斗罗，参见老祖。”秦正漆黑深邃的眼眸淡淡扫过跪地的金鳄斗罗，眸底无波无澜，薄唇轻启，无需多
多里。话音落下的刹那，股柔和却霸道无比的无形力量骤然笼罩金鳄斗罗全身。金鳄斗罗本欲凭借自身魂力起身，可下一秒，他惊骇地发现自己98级巅峰斗罗的浑厚魂力全然不受掌控，身躯如同被天地大势托起一般，不由自主地缓缓站直。这一刻，金鳄斗罗心神俱震，心底掀起无尽惊涛骇浪。他乃是98级强攻系巅峰斗罗，站在斗罗大陆战力的最顶端，即便是大供奉千道流想要撼动他的身躯，也需催动极致魂力，以极限威压震慑。可眼前的老祖仅仅一句淡语，便不动声色地强行掌控他的身形，这份实力深不可测，恐怕和大供奉相比也不遑多让了。千年沉眠，非但没有损耗修为，反而愈发恐怖逆天。震撼之余，金鳄心底更是狂喜不已，这般通天实力定然能改写少主去天斗帝国的命运。秦正未曾理会金鳄心中的波澜，目光落回依旧匍匐在地的两头蛇形魂兽身上，清冷的眉眼掠过，抹浅淡笑意，声线慵懒温和。2000年不见，你们姐妹二人倒是愈发默契了。我本以为我沉眠禁地，无人管束的千年时光，你们早已挣脱束缚，远遁天地，逍遥自在去了。青白二蟒连忙抬头，眸中满是赤诚与惶恐。青色龙蟒连忙躬身应答：主上说笑了，若无主上，我姐妹二人早已陨落于万兽乱战，沦为人类魂师的魂环与魂骨。当年主上救下我二人性命，此等再造之恩，刻骨铭心，我等又怎会擅自逃离？秦正垂眸，似笑非笑，眼底带着洞悉一切的深邃，是真心不愿，还是不敢？一语道破关键，这里可是武魂殿，坐拥全天下最多的封号斗罗，仅仅只是2头10万年魂兽，若是跑出这境地，怕是活不过2天。两蟒身躯骤然一僵，顿时语塞，随即连忙重重叩首，语气愈发恳切：是不想，我姐妹是真心感念主上恩德，心甘情愿留守境地，等候主上苏醒。秦正淡淡颔首，并未深究这份真假，转头看向身侧仰头望他的千仞雪，方才你入境地，他们可有恃强欺你，为难于你？千仞雪连忙轻轻摇头，小脸软糯乖巧，声音细细柔柔，回老祖没有的，小青姐姐和小白姐姐只恪尽职守，恪守本分，从未为难我半分。秦正浅笑一声，揉了揉她的金色长发，你倒是会说，不过既然你都这般说了，那便作罢。两头魂兽闻言瞬间松了口气，纷纷看向千仞雪，原本疏离淡漠的眸光瞬间盛满温柔与感激，已然将这位善良宽厚的小小少主视作需要尽心守护的存在。随即秦正目光重新落在二者身上，淡淡开口：我如今苏醒，要离开这地底境地，你们依旧维持这般庞大身形，是打算继续留守此地？小青小白瞬间心领神会，知秦正出事定然举目无亲，此刻必是需要他们贴身护卫，当即动用魂力，庞大的身躯飞速收缩凝练，灵光流转，龙翼舒展，转瞬之间2头巴掌大小通体灵动的迷你飞蛇浮现世间，一青一白，羽翼晶莹，龙韵流转，模样乖巧灵动。2头迷你飞蛇轻易的盘旋2圈，毫不犹豫的朝着秦正身前飞掠而去，想要栖于他肩头贴身护主。谁知秦正眉头微蹙，轻吐一字停，2条悬浮半空的小飞蛇骤然僵住，圆圆的兽眸满是懵懂疑惑，怯生生望着自家主上，不知何处出错。本座修为俯瞰斗罗，何须你们贴身护持？秦正语气平淡。刹那间，小青小白幡然醒悟，目光下意识落在了一旁身形娇小、气息稚嫩的千仞雪身上。全场之中，唯有这位小小少主修为最弱，最需要庇护守护。二者立刻调转轻盈的身形，带着温顺的气息飞快掠至千仞雪肩头，一左一右稳稳落定。小小的蛇手轻轻蹭着千仞雪白嫩的脸颊，羽翼微微颤动，散发着温和的魂力，极致亲密，满是讨好与守护之意。柔软的触感落在脸颊，带着淡淡的凉意。千仞雪精致的小脸涨起一层淡淡的绯红，金眸低垂，小手局促地攥着裙摆，心底满是不安与愧疚。老祖，这不好吧？他微微偏头，看着肩头一青一白2只乖巧蜷缩的迷你飞蛇，羽翼轻颤，龙韵温润。明明是震慑大陆的10万年魂兽，此刻却温顺的如同家养的灵宠，小心翼翼地贴合着他的肩头，半点戾气无存。可越是这般乖巧，千仞雪便越是不好意思。他虽然小，但也不是傻。这2个魂兽自老祖沉眠便恪守承诺，留守境地，岁岁年年不离不弃，可以说是老祖最亲近、最信任的贴身伴兽。今日他不过是走投无路，参考祖训来唤醒老祖帮忙，未曾有过半分功劳，更无任何献礼孝敬。秦正不为此责怪他也就罢了，他此刻反倒还能收下老祖相伴千年的至宝，这般天大的馈赠，实在让他受之有愧。他咬着粉嫩的下唇，轻轻抬手，想要让2只小飞蛇回到秦正身边，细弱的声音带着满满的拘谨：老祖，不可的，小青姐姐和小白姐姐陪了您2000年，是您的亲信，我不能夺走您的伴手，这份礼物太过贵重，晚辈受不起。秦正垂眸望着他局促软糯的模样，清冷深邃的眼底漾开一抹浅浅温柔。他抬手轻轻抚平他微皱的眉头，低沉温润的嗓音缓缓响起：你这小孩是真笨，以本座如今的修为境界，早已俯瞰整个斗罗大陆，世间寻常攻击、阴诡算计，皆伤不得我分毫。这2兽伴我身侧，不过是锦上添花。况且你是武魂殿正统少主，是本座的后辈，1000年前师父待我不薄，可我却沉睡千载，这本就是亏欠。今日我苏醒，护佑本族传人，赠与后辈见面礼，本就是理所应当的规矩。他们留在你身边，替本座护你周全，便是最好的归宿。温和的话语字字落地，带着几分长辈宠溺，瞬间让千仞雪心底所有的局促与愧疚荡然无存。他抬眸望向眼前俊美威严的黑袍少年，金色的眼眸亮得像盛满了星光，心底暖意融融，所有的自卑与忐忑尽数消散。得到老祖的应允，千仞雪不再推辞，微微侧头，小脸轻轻贴近肩头的2只迷你飞蛇，声音软糯清甜，带着孩童独有的纯粹乖巧。以后就麻烦小青姐姐
小白姐姐多多指教啊！嘶嘶，小青小白立刻轻易地蹭了蹭她的脸颊，羽翼轻轻扇动，洒落点点温润灵光，瘦眸里满是温柔。秦正看着少女这般灵动可爱的模样，唇角的笑意愈发柔和。随即，他抬眸望向高耸厚重的禁地石门，漆黑眼眸掠过一丝淡渺感慨：千年沉眠，困于此地沉寂。此处虽好，但于我而言，终究只是一座牢笼。此地唯有两兽颇有价值，除两兽外，再无值得留恋之物。如今也该走出去，见见这千年后的斗罗天地了。话音落下，他主动伸手，再次稳稳牵住千仞雪软糯微凉的小手，掌心温热宽厚，牢牢护住身边的小小少女。一旁的金鳄斗罗连忙收敛所有心绪，身姿恭敬伫立，自觉落后一个身位，摆出绝对谦卑的姿态。两道迷你飞蛇盘踞千仞雪肩头，静静随行，刺眼的日光洒落而下，铺洒在秦正修长挺拔的身躯上。玄黑龙袍流光暗涌，周身淡淡的龙威若隐若现，睥睨天地的气场浑然天成。入目是恢宏壮阔的武魂殿建筑群，殿宇连绵，飞檐翘角，气势磅礴，历经千年岁月沉淀，依旧鼎盛威严。此刻的武魂殿人来人往，无数弟子、执事、护卫各司其职，一派繁盛景象。可当众人瞥见阶下的一行人时，所有动静骤然凝滞，一道道目光齐刷刷汇聚而来，满是惊诧与好奇。二供奉，武魂殿上下无人不识二供奉金鳄斗罗，98级巅峰斗罗，是武魂殿仅次于大供奉千道流的顶尖存在，地位尊崇，气场凛冽。可此刻，这位威震大陆的顶级强者，竟然恭恭敬敬地跟在一名看似不过17、18岁的黑袍少年身后，身姿微恭，态度谦卑，这还是堂堂武魂殿二供奉吗？这般极致反差，瞬间震撼了全场所有人。无数武魂殿弟子眼神里写满难以置信，纷纷暗自揣测这名少年的神秘身份，能让金鳄斗罗俯首随行，恭敬侍奉，这人到底是谁？殿内一众中层执事更是满心惊疑，但碍于金鳄斗罗平日的威严，无人敢出声打探，只能压下满心震撼，远远观望。整片武魂殿广场此刻气氛静谧又压抑，秦正对此视若无睹，周身气场淡然自若，牵着千仞雪的脚步未曾停歇，行走在恢宏的殿宇之间。片刻后，他淡淡开口，声音平缓无波：“雪儿，本座沉睡的这千年时光，武魂殿、武魂城发展的如何？”一旁的金鳄斗罗闻言，立刻下意识上前半步，欲拱手作答。在他看来，千仞雪年仅9岁，哪里能清晰概括武魂殿千年的兴衰起落、格局变化？自然该由他这位老牌供奉代为汇报，方能周全得体。可他刚有动作，便对上秦正淡淡扫来的漆黑眼眸，那一眼平静无波，却裹挟着跨越万古的磅礴威压，无形之中让人不敢僭越分毫。金鳄斗罗心头一凛，瞬间醒悟，连忙收住身形，躬身垂首，语气恭敬地提醒身侧的少女：“雪儿，仔细回想，好好回答老祖的问话，切勿敷衍啊！”千仞雪立刻重重点头，小脸褪去方才的软糯，染上几分认真肃穆。她抬眸望着身旁的秦正，清澈的金色眼眸里满是纯粹，以最稚嫩、最真诚的口吻缓缓诉说：“回老祖，武魂殿很好，武魂城也特别好，武魂城很大很繁华，是整片大陆最好的地方。武魂殿的各位供奉爷爷也都很厉害。”少女的话语简单直白，没有权谋格局，没有兴衰利弊，全然是孩童最纯粹的视角。听可以，但参考却是不能的。但偏偏此刻秦正却是静静听着。可就在秦正听千仞雪讲述的时候，却被一道绵软阴柔、带着浓浓戏谑与嘲讽的声音骤然生生打断：“哟，这不是我们尊贵的二供奉大人吗？”声音悠悠扬扬，不阴不阳，顺着广场清风漫卷而来，刺耳又突兀。原本神色恭敬、安分伫立的金鳄斗罗身躯猛地一僵，苍老的眉眼瞬间狠狠沉下，一抹极致凌厉的戾气骤然从眼底炸开，周身空气瞬间凝滞冰冷。他豁然转头，锐利如鹰的目光直直所向声音传来的廊道尽头，浑身98级巅峰斗罗的威压隐隐躁动，蓄势待发。只见3道身影缓步走出，落在众人视线之中。为首之人一身繁花织锦长袍，肌肤白皙，眉眼阴柔，体态纤细。菊斗罗月关，此刻他唇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，眼神轻佻，带着毫不掩饰的玩味。其身侧一道浑身寒气森森、死气缭绕的身影蓦然伫立，鬼斗罗鬼魅。而在鬼斗罗身后，还怯生生跟着一个年幼的小女孩。女孩一袭浅紫罗裙，眉眼精致如画，肌肤莹白如雪，小小年纪便已初具倾城风骨，眼波流转间藏着天然的妩媚灵动，正是尚且年幼、未彻底成长的胡列娜。此刻的胡列娜紧紧攥着鬼斗罗的衣角，小脑袋微微低垂，却忍不住悄悄抬眼，好奇地打量着广场中央的一行人。澄澈的杏眼里满是懵懂与好奇。金鳄斗罗盯着菊斗罗阴柔的模样，心底的厌恶瞬间翻涌而上，语气冷硬如铁，满是居高临下的蔑视。菊花关，老夫在哪，与你何干？你若闲得无事，便滚一边去，别在老夫面前碍眼。武魂殿供奉殿与长老殿本就积怨已久，更别说此刻菊斗罗这阴柔矫作、趋炎附势的性子，更是让他厌恶至极。菊斗罗对此却早已习以为常，脸上的戏谑笑意丝毫未减，似是全然听不出话语中的羞辱，慢悠悠开口：“二供奉说笑了，我也不愿无端打扰，只是我与鬼魅奉教皇冕下之命前来带人，二供奉却迟迟不肯放人，着实让我等难做。”不过他话音一顿，狭长的眼眸微微眯起，目光越过金鳄斗罗，意味深长地落在身姿挺拔、容貌绝世的秦正身上。我倒是万万没想到，素来威严的二供奉，今日竟会对一个乳臭未干的陌生小子卑躬屈膝、俯首随行。这一幕当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，长了天大的见识。菊花关，你放肆！金鳄斗罗怒喝出声，周身磅礴魂力骤然爆发，轰隆隆，魂力洪流轰然席卷四方，地面青石微微震颤，强横的威压瞬间铺天盖地压向菊斗罗。菊斗罗本就魂力远弱于金鳄斗罗，此刻猝不及防，魂力都还未曾调动，身躯连连踉跄后退数步，气血翻涌，根本无法抗衡这股巅峰威压。可他脸上依旧不见慌乱，反而厉声开口：“二供奉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我等乃是奉教皇旨意行事，你今日当众对我出手，肆意妄为，便是蔑视教皇权威，更
更是无视大供奉的命令。大供奉三字落下的瞬间，金鳄斗罗爆发的魂力骤然将在半空，席卷四方的威压轰然凝滞。他面色铁青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心底满是憋屈与两难。他不惧比比东的威严，也不屑武魂殿的制衡规矩，可千道流是武魂殿的定海神针，他总不能公然忤逆大供奉吧？一时间，霸道如金鳄斗罗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绝境，满腔怒火硬生生憋在心底，无处宣泄。广场气氛瞬间变得压抑凝滞，剑拔弩张的对峙僵持在半空。胡列娜眨着清澈的杏眼，看看面色铁青的金鳄，再看看一脸冷傲的菊斗罗，小脸上满是茫然。随后，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秦正身上，不是因为这个少年怎么样，他看秦正纯属是因为秦正长得实在太过好看，眉眼清冷绝世，身姿挺拔如松，哪怕静静伫立不动，也有着无人能及的超然气场，让他忍不住频频侧目。就在全场死寂、局势僵持不下之际，一道清淡慵懒的少年声线缓缓响彻广场。真是聒噪，你的实力明明远胜他们，既然说不服，打服便是，何须在此束手束脚，自寻烦恼？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瞬间打破全场凝滞的气氛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聚焦在秦正身上，诧异、好奇、惊疑的神色交织在众人眼底。菊斗罗与鬼斗罗闻言，先是一愣，随即齐齐低笑出声，眼底涌上毫不掩饰的轻蔑与嘲弄。他们赶来之前，早已暗中探查过秦正的底细，此人凭空出现，无宗门备案，无武魂殿履历，无任何势力根基，就像是凭空诞生之人。唯一的关联便是眼前的金鳄斗罗，在二人看来，这不过是个靠着金鳄庇护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晚辈，顶多是个稍有天赋的小辈罢了。连98级的金鳄此刻都碍于大供奉的颜面不敢妄动，区一个无名少年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这般说话，简直是让人无端笑话。菊斗罗稳住身形，抬手轻抚袖间繁花，阴柔的脸上挂满戏谑，语气轻蔑至极：“小子，你口气倒是不小，怎么？你是觉得自己的微薄魂力能够压过我与鬼魅不成？我倒要好好好奇一番，你一个无名无姓的小辈，今日究竟能如何压服我们两大封号斗罗？”话语里的不屑与嘲讽几乎毫不遮掩，赤裸裸落在众人耳中。二供奉做法，我不敢评价，但我也很好奇，你哪来的本事，在我们封号斗罗面前这般说话？鬼斗罗也上前半步，周身黑雾翻涌，阴冷的眸子死死盯着秦正，自带一股凛冽的压迫感。眼看着菊斗罗面色渐冷，周身戾气翻涌，大有即刻出手的架势，一旁的千仞雪瞬间就焦急了起来。9岁的少女全然顾不上方才的温顺乖巧，澄澈的金色眼眸里满是焦急与恳切，慌忙开口阻拦：“菊爷爷，鬼爷爷，你们快停下，不要对老祖出手！”她声音软糯却带着极致的急切，小脸涨得微红，生怕二人一时冲动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。当然，并非是怕菊鬼斗罗伤到秦正，他亲眼见过老祖苏醒时的恐怖威压，也见过10万年禁地守护兽俯首跪拜的虔诚，更感受过那藏在温润外表下俯瞰苍生的无上力量。他很清楚，这两位封号斗罗虽威震大陆，可在沉睡千年、天赋冠绝万古的老祖面前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若是真的动手，二人只会落得惨败重伤的下场，甚至可能生死道消。你们根本不清楚老祖的实力，你们打不过的，千万不要！够了，小孩子家家懂得什么高下强弱？千仞雪的急切劝阻尚未说完，便被菊斗罗冷声打断。在他眼中，千仞雪不过是个养在温室不谙世事的孩童，此番言语只当是孩童无知的偏袒与护短。至于老祖，菊斗罗更是未曾在意，什么老祖是一个少年的模样，无非就是这少年的姓名凑巧和这2个字同音罢了。鬼斗罗周身黑雾愈发浓郁，阴冷的目光死死锁定秦正，全场众人皆冷眼旁观。这两家伙惨了！金鳄斗罗倒是知道事实，但秦正未曾开口，他也乐得清闲。正好他也想看看这2个教皇身旁的狗被教训的样子。就在这剑拔弩张、一触即发的时刻，秦正终于缓缓抬眸，淡淡扫了眼身前2人肆意爆发的魂力洪流，那席卷四方、足以震慑整片武魂城的封号威压，落在他眼中如同微风拂过湖面，掀不起半点波澜。他飞快收回目光，深邃漆黑的眼眸里无半分戾气，随即转头看向身侧满脸急切的千仞雪，声线温润，冲淡了场间的凛冽杀气。雪儿，你先前所讲的武魂殿、武魂城的故事很好，纯粹赤诚，不染尘埃。话音微顿，他轻轻抬手拂去少女鬓边凌乱的碎发，语气带着一丝提点与深意。可还不够好，你可想知道是何处不好？千仞雪骤然一怔，眼底的焦急一刹那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茫然与不解。现在是聊这个的时候吗？这可是2位封号斗罗呢，他怎么看？这位老祖一点都不在意的。但是见秦正亲口提问，他歪着小脑袋，金色的眼眸澄澈干净，小声问道：“老祖哪里不好？”看着少女纯粹懵懂的模样，秦正眼底掠过一丝浅淡的怅然。这世间万物有白便有黑，有光明便有阴霾。你方才所言，满眼皆是武魂殿的温暖，族人的庇护，尽数是世间纯白。可藏在这份纯白之下的黑暗，你从未看到，亦或是你刻意不愿去思索，不愿去看清，因为你心底在怕看清周遭之人对你的期许并非全然纯粹，怕知晓所谓的亲情庇护之下藏着权衡、算计与取舍，一语道破本心。千仞雪浑身微微一僵，小小的身躯瞬间紧绷，所有的懵懂尽数消散，粉嫩的唇瓣轻轻抿起，眼眶微微泛红，双手局促地攥紧了裙摆。她沉默了，无言以对。其实她心里一直都懂，爷爷的沉默，母亲的冷漠，所有人默认的牺牲，从来都不是偶然。所谓的大局，所谓的庇护，从来都需要有人付出代价，而她就是那个被选定的代价。她只是不敢深想，不愿戳破那层虚假的温情，贪恋着武魂殿少主的荣光，贪恋着仅剩的一丝温暖，自欺欺人的活在纯白的假象。此刻被秦正一语戳破心底最深的怯懦与彷徨。9岁的少女瞬间心生无助，渺小的身躯微微蜷缩，眼底泛起层层水雾，满心茫然无措。秦正将她所有的情绪尽收眼底，却并未过多安抚，亦无半分责怪。乱世修行，心性为先，唯有直面黑暗，方能执掌光明。好了，他重新牵住她微凉的小手，掌心温热宽厚，稳稳包容着少女的忐忑不安。脚步轻抬，秦正牵着千仞雪径直朝着教皇殿的方向缓步走去。途经菊斗罗与鬼斗罗身侧，他目不斜视，浑然将这2位气场凛冽、蓄势待发的封号斗罗当成了无物。唯有平淡的声音继续缓缓响起，声声入耳，教诲绵长。雪儿，本座说这些，从不是为了责怪你，本座只是想教你一个道理。
眼中能看得见光明，心中便要有看破黑暗的眼界。切莫自欺欺人，刻意回避。你若一味假装看不见阴霾，一味隐忍退让，那些藏在暗处的算计、冰冷的权衡、刺骨的恶意，便会源源不断朝你涌来，一点点蚕食你的天真、你的底线、你的一切，直至将你彻底淹没，坠入万丈深渊。二人缓步前行，距离举鬼二人越来越近。堂堂两大封号斗罗伫立当场，魂力沸腾，杀气凛然，本是威慑全场的存在，此刻却被一个无名少年彻底无视。这般极致的漠视，比当众羞辱更让人难以接受，简直放肆！菊斗罗眼底的戏谑彻底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刺骨的寒意与滔天怒火。他自登临封号斗罗之位，纵横大陆数十载，被金鳄斗罗嘲讽不阴不阳也就算了，他确实打不过对方，可面前这家伙算什么东西，竟然还如此轻视他？更何况他与鬼斗罗身负教皇旨意，今日若是任由对方带着千仞雪安然离去，无功而返，回到教皇殿，必会被比比东追责，颜面尽失。小子，你太过分了！菊斗罗厉声呵斥，声音冰冷刺骨，周身繁花武魂的气息轰然暴涨。念在二供奉的颜面，本座本不欲与你小辈计较，痛下杀手。可你狂妄自大，目无尊长，今日本座便好好教训你一番，让你知晓何为敬畏。老鬼，动手！话音落下的瞬间，鬼斗罗蓦然颔首，周身黑雾暴涨3尺，阴冷死寂的气息席卷四方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两道强横无比的武魂虚影骤然凌空浮现，璀璨夺目的魂环自二人脚下升腾而起，黄、紫、黑9枚魂环次第亮起，层层叠叠，光晕浩荡。封号斗罗的极致威压轰然炸开，席卷整座武魂殿广场。无数围观的武魂殿弟子纷纷脸色发白，连连后退，不敢直视这等恐怖气场。就连身侧的千仞雪都清晰感受到两股碾压一切的恐怖力量，心头骤然一紧。老祖可被牢牢牵着的少年，自始至终身姿挺拔，神色淡然，缓缓收尾方才的教诲。对待这世间所有隐匿的黑暗、无端的恶意，隐忍退让皆是徒劳。对此，老祖教你的唯有一计，用绝对的拳头将这漫天阴霾、所有黑暗尽数粉碎。最后一字落下的刹那，秦正一步落下，轰！撕裂万古的苍茫龙吟骤然炸响凝消，沉绵千年的至尊龙威自秦正体内轰然爆发，没有汹涌的魂力洪流，没有刺眼的光影特效，甚至连武魂都没展现，只有一股凌驾天地、碾压苍生的无上大势骤然笼罩整片广场。正纵身扑出，全力出手的菊斗罗与鬼斗罗身躯齐齐一僵，脑海瞬间一片空白。那源自血脉本源、凌驾世间一切生灵的至高威压，如同万古神山轰然压落，死死禁锢住他们的四肢百骸、神魂魂力。二人保持着凌空扑击、武魂爆发的攻击姿态，双腿却不受控制的重重弯折。咔嚓，两声沉闷的跪地声响同时响起，两位威震斗罗大陆的封号斗罗，竟在这一刻被无形龙威压的双膝重重跪地，头颅死死低垂，浑身魂力宛若被彻底冻结，半点动弹不得。这是什么力量？他们眼底布满极致的惊骇与难以置信。这一刻，他们连抬头直视秦正的资格都没有，姿态狼狈至极。全场哑然，广场上所有围观的武魂殿弟子、执事、护卫尽数瞳孔骤缩，身躯僵在原地，脸上的震撼之色几乎要溢出来。这可是两位实打实的封号斗罗，是屹立斗罗大陆顶层、威震一方的顶尖强者。寻常时候，哪怕是数万魂师齐聚，二人只需释放一丝威压，便足以让全场俯首站立。可今日，他们在一个看似不过17、18岁的少年面前，连对方衣角都未碰到，便被无形之力碾压跪地，毫无还手之力。这世界疯了吗？死寂仅仅持续了数息，细碎的窃窃私语便如同潮水般层层炸开。天哪，我看错了吗？菊长老和鬼长老居然被硬生生压跪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两位封号斗罗啊，就这么能压跪了？而且那少年连武魂都没开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实力强也就算了，最关键的是二供奉对这个少年全程都是躬身随行，态度谦卑至极。这少年到底什么身份？难道真是我武魂殿老祖不成？不好说，但他若是老祖，那他旁边牵着的那小孩，岂不是我们祖奶奶了？一声声低语交织碰撞，所有人的目光死死锁定在那道挺拔卓绝的黑袍身影上，好奇、敬畏、震怖、茫然，无数情绪混杂在众人眼底。他们再也不敢将秦正当成什么无名小辈，能让98级巅峰斗罗俯首，能瞬压两大封号斗罗，这少年恐怖的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人群中央，老祖，你好厉害啊！千仞雪怔伫立在原地，被秦正温热的大手紧紧牵着。小小的少女彻底看呆了，一双澄澈纯净的金色眼眸睁得圆圆的，粉嫩的小嘴不自觉微微张开，模样懵懂又软糯，可爱到了极致。她虽早已知晓老祖实力通天，知晓他远超寻常封号斗罗，却从未想过强大到了这般地步。那可是菊斗罗和鬼斗罗啊，在老祖面前却如同蝼蚁般渺小，连出手的资格都没有，顷刻间便被镇压臣服。强吗？也许是吧。秦正闻言只是笑了笑，镇压两个普通封号斗罗罢了。若是换作2000年前，以菊、鬼斗罗此刻的身份和魂力等级，根本没资格出现在他面前，更别说是威胁他。不过小孩之言，他也乐得对方说了话。微风拂过，吹动秦正墨色的长发，玄黑龙袍上的紫金纹路隐隐流光，睥睨天下的气场浑然天成，却唯独对他温柔以待。千仞雪的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狂跳起来，小小的脸蛋泛起一层浅浅的绯红，眼底盛满了细碎的星光。老祖真的太好了，明明拥有碾压一切的无上力量，年轻俊美，超然绝世，却在所有人都为了所谓大局舍弃他、算计他，逼迫他远赴异乡隐忍终生时，还为他撑腰，替他挡下所有风雨。在9岁的千仞雪心中，此刻的秦正便是世间最温柔、最强大、最好的人，甚至和爷爷签到刘比也差不多了。一旁的金鳄斗罗静静伫立，落后秦正一个身位，苍老的眼眸中藏着压抑不住的笑意，心底早已轰然炸开狂喜。他死死盯着跪地不起的菊、鬼二人，此刻满脸涨得通红，青筋暴起，魂力被锁，身躯被震，动弹不得，极致的屈辱写满眼底，偏偏又无可奈何，大快人心。先前他被二人用签到流的名义处处制衡，步步刁难，满心憋屈。
躯无处宣泄，此刻尽数烟消云散。果然，老祖出世，一切阴霾都将被彻底扫清。但他不敢有半分失态，更不敢出声惊扰，只是默默收敛心绪，恭敬随行，恪守后辈本分。秦正对此全然不以为意，周遭所有人的震撼、敬畏、窃喜都入不了他的眼。他垂眸看向身旁依旧正神的小少女，语气温柔平淡，带着几分浅浅的宠溺。看什么呢？走了。轻柔的嗓音拉回了千仞雪飘远的思绪。他猛地回神，连忙用力点头，软糯的声音乖巧至极。应声的同时，他脚步轻轻跟上，澄澈的目光却忍不住频频斜睨着身旁少年的侧脸。秦正握紧他微凉的小手，牵着他抬步，准备径直踏向前方恢宏庄严的教皇殿。就在二人即将迈步离去之际，两道濒临极致羞愤的咆哮骤然从后方炸开。站住！菊斗罗双目赤红，须发微张，浑身气血翻涌，极致的耻辱感几乎将他吞噬。纵横大陆数十载，他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狼狈屈辱的时刻。若是就此放任对方离去，他往后还有什么颜面立足武魂殿？更无颜面对教皇冕下。鬼斗罗阴冷的眼底也布满戾气，黑雾疯狂翻涌，纵然身躯被震，依旧咬牙嘶吼：“少年人，你休得狂妄！我二人前来带人，是教皇冕下亲自下令，更是得到大供奉首肯。你今日可以镇压我等，可你敢无视教皇权威，敢违背大供奉的旨意吗？”这句话铿锵落地，带着极致的威胁。先前他们便是凭借这番话，死死拿捏住了惊愕斗罗，让这位98级巅峰斗罗进退维谷，束手束脚。在整个武魂殿，无人敢公然忤逆教皇与大供奉的双重旨意，这是刻在所有人心底的铁律。全场瞬间再度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骤然聚焦在秦正身上，心底纷纷揣测：是啊，实力再强又如何？终究是孤身一人，难逆武魂殿的顶层规则，难为比比东与千道流的意志。跪地的菊、鬼二人眼底瞬间燃起希冀，甚至掠过几分隐隐的蔑视。他们就不信了，眼前的少年还敢公然挑衅武魂殿的两大掌权者。下一刻，仿佛正如菊斗罗和鬼斗罗所想的一般，秦正踏出的脚步骤然停顿，他静静伫立在原地。下一秒，他缓缓转过身，比比东那张俊美绝伦的脸庞上，无怒无戾，无波无澜，唯有一片极致的平静。可这份平静之下，却藏着俯瞰蝼蚁般的漠然，以及淡淡的、极致的不屑与厌恶。秦正漆黑深邃的眼眸淡淡扫过跪地的二人，薄唇轻启，声音清冷淡漠，响彻整座广场。以外人之身，执掌现世武魂殿，本座不喜。他的命令能管得住长老，却管不住本座。至于你们，实力不行，心性不行，本事更不行。他语气平淡，以你们的资历及魂力，还不配与我对话。看在你们为武魂殿长老的份上，本座不杀你们，回去让比比东亲自来见我。至于现在，你们可以滚了。话音落下的刹那，一丝微不可察的龙威轰然炸开，轰隆，无形巨力瞬间席卷二人身躯，死死禁锢他们的磅礴威压骤然化作冲击之力。两道凄厉的闷哼声同时响起，菊斗罗与鬼斗罗的身躯如同被太古神风撞击，双双离地飞掠，狼狈无比的向后砸去。噗！两人重重摔落在10余丈外的地面，青石地面都被砸出浅浅裂痕。二人嘴角狂吐鲜血，浑身魂力彻底溃散，璀璨的魂环瞬间暗淡无光，连爬起身的力气都没有，极致的狼狈与惨白写满了整张脸庞。全场死寂无声，所有人彻底呆滞，心底最后一丝疑虑尽数消散，只剩下彻骨的敬畏与震撼。秦正目光未曾再落在二人身上分毫，只轻轻握紧千仞雪的小手，语气恢复温柔：“雪儿，我们走。”同一时刻，武魂殿广场西侧的观礼高台上，5道身影静静伫立在高台边缘。为首的青鸾斗罗眉宇微敛，他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道牵着千仞雪缓步前行的黑袍背影，直到那身影彻底消失在教皇殿的汉白玉阶前，才缓缓收回视线，眼底翻涌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。他身侧站着雄狮斗罗，见到秦正离开后，他终于按捺不住，瓮声瓮气的打破了沉默，声音里满是造诣：“嚣张，这小子也太嚣张了！明知道菊花关和鬼魅那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是比比东的心腹，居然还敢就这么放他们回去。这下好了，用不了半个时辰，他俩就能把今天的事添油加醋全告到比比东跟前。到时候来的哪里只是比比东，大供奉肯定也得亲自出面，甚至还不只是大供奉，还有那长老殿的家伙。”他越说越气，蒲扇大的手掌重重拍在高台的石栏上，震得石屑簌簌往下掉。两位99级的极限斗罗，再加上长老殿那群为比比东马首是瞻的封号斗罗，这小子到底在想什么？难不成他还真打算把武魂殿现在的封号斗罗挨个打一遍不成？说到这里，他猛地转头看向身旁几人，咱们就这么看着，金鳄那家伙都跟上去了，万一真动起手来，他一个人能扛得住？再说，万一那小子真的是境地那位，咱们要不要提前去搭把手？雄狮斗罗的话音落下，高台上再度陷入了死寂。光灵斗罗指尖捻着一根雪白的灵玉，狭长的凤眸微微眯起，目光扫过广场上依旧惊魂未定的武魂殿弟子，没有应声。千钧斗罗和降魔斗罗抹撒着波鱼大的拳头，却也没接话。不是他们不想打，而是他们不敢打。作为武魂殿供奉殿的核心人物，武魂殿那些藏在典籍里，只在供奉之间口耳相传的隐秘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2000年前，武魂殿还不是如今这受制于2大帝国、几大宗门的模样。那时候，武魂殿有一位惊才绝艳的圣子，性情明正。他们还记得典籍里记载的那段岁月，那位圣子单枪匹马，踏遍整个斗罗大陆，但凡有敢对武魂殿露出半分不敬的宗门、帝国、魂兽族群，尽数被他一人夷为平地，硬生生逼得当时宗门全部闭宗，不敢踏出山门半步。就连2大帝国的帝王见了他也要躬身行礼，尊称一声秦帝，不是帝王，却胜似帝王。那是武魂殿有史以来最为辉煌、最为鼎盛的时代，整个大陆都在武魂殿的威势下俯首，哪里需要像现在这样还委屈少主隐姓埋名去深宫潜伏？可那终究是2000年前的事了，典籍里的记载再辉煌，也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，成了供奉们酒后茶余感慨的传说。光灵斗罗轻轻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带着几分难以置信的茫然：活2000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成神才能超脱生死，可典籍里明明写着，秦帝当年拒绝了神位，自封禁地，他既不是神，也不是魂兽，怎么可能活过2000年？他的话说中
中了所有人心里最纠结的地方。他们不是不信秦帝的传说，是不敢信。若是那黑袍少年真的是2000年前的秦帝，真的以武魂殿老祖的身份重临世间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今武魂殿的权力格局将彻底天翻地覆。无论是比比东执掌的长老殿，还是千道流坐镇的供奉殿，所有的权力、地位、待遇都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他们这些在供奉殿位高权重的老怪物，到时候又该置于何地？千道流当了无数年的武魂殿第一人，难道还能心甘情愿俯首称臣，叫一个看起来才17、18岁的少年老祖事关自身的切身利益，谁都不敢贸然踏出那一步？帮二供奉，帮那位老祖，万一认错了人，万一那少年只是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冒牌货，他们今日的举动就是公然背叛武魂殿，背叛大供奉千道流，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可万一是真的呢？2000年前那位秦帝的手段，他们光是看典籍记载都觉得胆寒，若是真站错了队，后果只会更惨。都出去！教皇殿内，金恶斗罗踏入殿门的第一刻便沉声厉喝：“是！”殿内原本势力的侍女、执事们闻言皆是一怔，随即不敢有半分迟疑，纷纷躬身行礼，脚步极轻的鱼贯退出。不过片刻功夫，整座教皇殿便只剩下秦正、千仞雪与金恶斗罗3人。殿门缓缓闭合，老祖请。金恶斗罗恭敬地对秦正行礼：“你有心了。”秦正牵着千仞雪的小手，缓步走到那座寒玉教皇宝座前，他目光淡淡扫过这座象征着武魂殿最高权力的座位，墨色眼眸中无波无澜，仿佛只是在看一件寻常物件。随即，他松开千仞雪的手，从容落座，玄黑龙袍铺展开来，与那高贵座椅形成极致的视觉反差。明明是端坐于他人的权位之上，秦正周身那股与生俱来的睥睨气场，却仿佛这座宝座本就该属于他一般，浑然天成，毫无半分违和。千仞雪静静站在宝座下方，仰着头看着端坐其上的少年老祖，阳光落在他俊美绝伦的侧脸上，勾勒出清冷深邃的轮廓。明明看起来不过17、18岁的年纪，却自有一股执掌天下、俯瞰众生的至尊气度。少女心头微微发烫，下意识地攥紧了裙摆。秦正垂眸，目光落在下方乖巧伫立的小少女身上，低沉温润的声音缓缓响起：“雪儿，我记得先前你说你6岁便觉醒了6翼天使神级武魂，先天满魂力20级。”千仞雪连忙点头，金色的眼眸澄澈干净，回老祖：“是的。那如今你9岁，魂力多少级了？”秦正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喜怒。闻言，千仞雪小脸上瞬间染上一层淡淡的绯红，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，指尖局促地绞着衣裙，声音细若文瑞：“回老祖，雪儿如今才29级。”话音落下，她的头垂得更低了。9岁，29级的魂力，说着唬人，若是传扬出去，足以让无数宗门抢破头。可问题在于，她是先天20级满魂力啊，6岁便站在了别人修炼10几年都未必能达到的高度。可整整3年过去，她却只提升了9级，这般进展与她那惊天动地的天赋相比，实在是太过缓慢了。29级大魂师，秦正听完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蹙起了眉头，陷入了沉默。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凝滞。金恶斗罗站在一旁，见秦正神色不明，心头顿时一紧，连忙上前半步，躬身开口为千仞雪辩解：“老祖息怒，少主这绝非天资有限，更不是懈怠修炼，实在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潜心修炼，也无人能真正静心教导啊。”秦正抬眸，漆黑的目光落在金恶斗罗身上，淡淡开口：“你继续说。”得到准许，金恶斗罗顿时松了口气，连忙继续说道：“老祖有所不知，自从少主6岁觉醒神级武魂之后，教皇冕下就隔三差五的给少主派遣各种任务，虽说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或是出席一些武魂殿的典礼仪式，或是接见一些附属宗门的使者，可这些事情零零碎碎加起来，几乎占满了少主每日的时间。少主每天光是应付这些琐事就已经精疲力尽，能用来打坐修炼的时间寥寥无几。3年来能修炼到29级，已经是少主拼尽全力挤时间修炼的结果了。说到这里，金恶斗罗脸上满是心疼与无奈。秦正闻言，指尖轻轻敲击着座椅的扶手，声音平静无波：“此事你们大可以阻止。”金恶斗罗闻言，顿时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容，摇了摇头：“老祖，并非我们不想，而是我们不能啊！当今武魂教皇是少主的生母，更是大供奉的儿媳，我们这些供奉终究是外人。若是我们公然反对，教皇冕下只需搬出一句少主乃是武魂殿未来的传承者，自当从小熟悉殿中事务，为武魂殿做出贡献，我们又能如何？更何况大供奉他也默认了此事，我们又能说什么呢？”殿内再次陷入沉默，秦正没有说话，指尖敲击座椅的节奏渐渐慢了下来，这其中的弯弯绕绕，他又岂会看不明白？比比东这哪里是在培养千仞雪，分明是在刻意打压、消磨他的天赋，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成了他发泄恨意、报复千寻疾的工具。不过，秦正漆黑的眼眸深处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比比东这件事做的倒是挺不错的，没错，就是不错。因为若是千仞雪这3年来按部就班的修炼，以他先天20级的天赋，恐怕如今早就突破魂尊，甚至冲击魂宗了。到那时，前面的魂环都已获取，想要再替换成更高年限的魂环，难度极大，甚至会伤及根基。可现在不一样，9岁29级还未获取第3魂环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秦正的思绪飘远，想到了斗罗大陆中一种极其特殊的天才地宝金蛟，那是猎杀深海鲸类魂兽后，从其大脑中提取出的一种特殊胶质，蕴含着极其磅礴纯粹的至阳之力。对于普通魂师而言，金蛟是大补之物，能淬炼体魄，提升魂力；而对于千仞雪这种拥有光明属性神级武魂的魂师来说，金蛟更是至宝。从小服用金蛟淬炼身体，能极大程度的提升魂师的身体极限，让他未来能够承受更高年限的魂环，甚至是超越10万年的魂环。更重要的是，如今这个时代，金蛟的真正价值还未被世人发掘，那些贵族豪门不过是将其当作助兴的玩物，根本不知道它对于魂师修炼的逆天功效。想到这里，秦正手指敲击座椅的动作顿了顿，他记得2000年前自己纵横大陆的时候，曾猎杀过几头深海巨鲸，提取了不少金蛟，存放在了星斗大森林深处。2000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那些金蛟还在不在。若是还在，倒是省了不少功夫；若是没了，恐怕还得亲自去一趟深海猎杀几头鲸类魂兽，倒是有些浪费时间。不过也可以考虑让武魂殿的人收集而来。老祖。